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7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美股的环境究竟是多头还是空头，在这里继续看多美股，它的风暴比究竟是否合理。那么阿哲会通过2个方面来作为讲解，第一个是3小顶结构，第二个呢是空间的支撑和压力，目前短线多空的强弱之分。而后第2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会依次讲解特斯拉、英伟达、SQQQ、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标的的短线和波段的交易解析，主要会讲解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希望以上内容呢，在美股的大环境上和某些个股的分析上都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阿哲所分析的标的比较多，所以一般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这么长的观看时间，那么阿哲的建议是点击在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点击之后呢，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观看您最想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了。假如您是老同学，阿哲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全程认真的观看所有内容，这样你会知道阿哲目前的观点究竟是如何。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看一下纳指目前的美股市场环境。在前期大阴线之后，市场接连产生了8、9个交易日的震荡，而后在本周周一出现大幅高开高走。对于这种跳空上涨大阳线，我们说它对于关键压力位的突破绝对是有效的，所以前面的大阴线的下跌商法就不存在了。目前的市场从方向上依旧保持向上，因为动能是强劲的，我们要去考虑的就是这个动能是否能够持续。在前几期视频当中，我们说短线的买点是这2根阳线，通过不同的一些技巧模型，这一天呢是在直播间我们去讲到的买点。那么像这一根阳线呢是防守营突破的买点，而后他们的一个止损价位基本都没有被跌破，股价出现如期的短线看涨行情。所以如果前期视频您真的是认真观看，那么你会知道短线阿哲看涨的依据和它的买点。那么这一次的上涨你理应是把握得到，而且是提前埋伏进去了。那假如您是新同学，之前没听到，今天才刚认识阿哲，那么可以尽快的把订阅点上，因为后续如果有继续做多机会，亦或者是做空机会，我们都会及时的在视频当中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述，相信未来也会对你产生不少的帮助。感谢您的订阅。而价格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幅上涨，这个时候我们再讲买点，其实相对来说有点晚了。那么这里呢，阿哲要提醒的就是目前的市场依旧处于熊市下跌当中，而这种大幅的下跌之后的上涨看似很强势，但其实它依旧属于熊市当中下跌行情当中的反弹力量而已。而如果我们的交易策略它是一个反弹，是熊市的反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上涨当中它不是一个逐渐加仓的机会，而是逐渐高抛获利兑现的机会。难点就是何时应该高抛，我们就需要看到3小顶结构。所谓的3小顶呢，是在市场上涨时能够去卖出的一种方法。曾经呢，在高位这一波熊市的起点的位置就出现过3小顶，而在那个位置通过3小顶逃过一劫之后，那么后续阿哲就一直没有讲过3小顶了，现在它又出现了，所以阿哲呢要再次的带大家学习一下这个技巧。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有关3阳小顶模型的学习。现在大家所看到是3小顶结构的图形和案例。阿哲呢是用2024年熊市的这一波下跌，把3小顶结构全标记了出来。我们一边学这个模型，一边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先看到左侧，什么叫3小顶？它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市场出现了连续3天收阳，这个阳线不一定是上涨，它可以掺杂一些假的阳线，但是它的颜色一定是连续的收阳收绿，然后连续3天上涨就有可能构成3阳小顶。3阳小顶的第3根 K 线，它的实体也就是开盘到收盘它的一个整体的距离，它整体的大小要比2号 K 线它的开盘到收盘的距离它的大小是要小的。蜡烛图3个要素告诉我们，实体代表上涨的动能，亦或者下跌的动能。那么当第3根 K 线在连阳过程当中，它的实体比第2根比昨天小，这说明动能在上涨当中有所减弱。
而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小的越是明显，它的倍数关系相差越大，那么见顶的效果将越是有效。特别如果3号 K 线还带有长长上影线，那么效果将会更是绝佳。而它的一个卖出方法有2种，第一种就是你直接出现3小顶之后，你知道目前你在做短线，而且有所盈利，那么第二天冲高卖出，或者说第二天不管如何我都去卖出，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方法，左侧的逃顶方案。第二种呢，就是我认为后续行情可能还有机会，我不想太早卖出，想要尽可能卖到一个准确的下跌开始，那么就以3号 K 线它的最低价格作为防守会，跌破再止盈，跌破或者说再去离场，相对呢会保守一些，但卖的会晚一点。而阿哲相对统计了一下，纳指22年的熊市，它总共从高位下跌到11月左右，总共出现了18次的3小顶，而短线见顶它出现了15次，而继续上涨也仅有3次，也就是说出现3小顶之后见顶的概率是高达80%的。所以这个技巧在熊市当中，在下跌反弹当中是一定要学会的。而3小顶的最优的使用环境就是下跌反弹，亦或者是震荡行情，你用它都很容易见到一些短线的高点，卖在一些短线的顶部位置。在22年的下跌的熊市当中，有哪几次3小顶之后股价是不跌反涨，或者说它还继续上涨的呢？就是阿哲在方框当中所画的。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情况下3小顶它不会见顶，就是短线异常的强势，往往出现在加速行情当中。这一波当边的加速虽然出现了3小顶，但是后续它是没有跌破3号 K 线的低点的，而价格继续上冲。那么像这个位置是上涨行情的末端加速的位置，它出现3小顶之后呢，也没有出现太多的跌破，而有个跌破也立马的上来，直到最后一次3小顶才见到了高点。那么像这种3小顶产生时呢，第3根 K 线它有一个长长的上影线，而且是个十字星。这种3小顶在上涨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末期阶段产生，并且还是熊市反弹当中产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而下跌反弹当中，那么就更是如此。你知道是熊市了，前面涨过一大波了，那么这一波下跌后的急速反弹出现3小顶，同样也是左侧逃顶的机会。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指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左边是24年12月中旬，到右边是我们最新的3月24号的行情。在每根 K 线上，如果出现3小顶，那么这里会有一个粉色的钻石标记，那么这就是一个3小顶的信号。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出现过几次，像这里是不是有2个3小顶的信号？这里有一个，包括这里也有一个。那3小顶是不是下跌反弹当中出现了1、2、3？3号 K 线比2号 K 线实体大幅缩短，那么是不是风险？价格下跌反弹，所以这里是一个风险。你可以呢跌破之后再卖，也可以呢在第二天开盘直接卖，或者说3小顶直接卖，这些都是可以的，看你的操作风格。而我们再看到这里，价格是不是还是在下跌反弹，亦或者是震荡行情当中？这一天是3小顶，这一天也是3小顶，那么跌破之后，亦或者是冲高之后，你都可以去卖出。价格短线是不是出现高点而后回落？而价格又来到这个位置出现上涨，价格是不是还在震荡区间啊？到了压力位附近出现3小顶，效果会更好。前高位置有压力，而后3小顶，3号 K 线比2号 K 线实体大幅缩短，这种情况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风险。在压力区附近出现3小顶，更能说明动能衰竭的明显。所以你可以跌破它去卖，也可以第二天冲高卖，亦或者第二天直接卖，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当下呢，它在下跌当中，而后产生了一波熊市反弹。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下跌反弹行情，那么3小顶的出现就要特别小心。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3根 K 线的整体的实体比第2根是不是小了？但它小的不明显，所以见顶的信号呢不是特别的有效，或不是特别的明确。那么假如你用3阳小顶来看待目前的行情，阿哲依旧保持刚才的观点，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不跌破，那么我们保守策略是不用去卖出，依旧短线持股待涨。那么左侧呢，就今天不管如何，今天冲高则为卖点，今天收阴也为卖点，不管如何今天都卖，这是左侧的操作思路。
这个位置你也要注意，如果股价在这里再次的上涨，出现了一根再次的阳线，那么这个阳线只要比这一根 K 线的实体再次缩短，那么它会是一个三小顶的延续，那么你的防守位就应该抬高，以此做移动的止盈，移动的防守上移。而如果你是左侧的策略就不用管了，那么上涨就卖，这是短线熊市反弹当中的交易策略。现在考虑的不是加仓，不是买点，而是找到短线获利了结点。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三小顶的学习。那么学会三小顶，你就会知道前期的高位为什么阿哲有提醒过风险，以及怎么去逃过这个高点。而这个低位股价的反弹，为什么阿哲今天要开始泼一下冷水了？就是三小顶在这里也形成，而且很多个股也同样形成。在后面的个股讲解当中，我们也会看一下有哪些个股同样出现了最近的三小顶。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空间技术分析层面，这项技术呢是阿哲在个股和指数的解析当中都会多去观察和参考的，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短线多空的强弱。那么像前期这一天的防守阴线突破的买点，其实也和空间技术有所相关，它呢也构成了空间技术多方强势的短线买点。现在我们看到空间技术的点位分析，那么目前你所看到的图板左侧是阿哲的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发表在 Telegram 的盘前解析信息，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能够有机会领取到限时的福利短信。假如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那么阿哲后续会告诉大家如何每天盘前领取或看到阿哲的盘前解析。我们先看到这条信息，一般阿哲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在香港时间下午的4点半到6点之中。一般阿哲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在香港时间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会去更新这一条信息的内容。像昨天3月24号的盘前解析，阿哲有讲到一些主观的看法。纳指呢在周五出现低开高走，是很强势的价格表现，而近期的短线是阳多阴少，所以短线依旧是看涨的。今天大阳线还真有戏，但是最好别冲高回落来个决策阴。目前呢没有决策阴，但出现了三阳小顶结构，多头的两个止损呢目前就没有什么用了，不用看了。而反弹的压力位大家依旧可以去关注一下，目前上方临近18439.24，这个可以在接下来看一下是否会在此承压。每天盘前阿哲会公布的3个空间点位计算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个空间点位计算如何去使用，它其实就是美股日内我们短线要去关注的支撑和压力，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多空之间的博弈是多方强还是空方强。现在我们看到右边的图表，它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而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红绿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像这一根 K 线底下是一个红灯，它代表的含义是阿哲日内所预测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亮红灯，这说明市场有风险，空方当天较强。在下跌行情当中，大部分情况下由红灯为主导，那么当边下跌是不是一路都是红灯？那么一路都说明每天预测的收盘价大部分被跌破了，空方是很强势的，在保持强势。而你看到图中的这些绿灯则是反过来了，是阿哲每天日内预测的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所以价格走势呢在绿灯之后，一般我们认为市场会有所转变，多头会有所转变。而由红绿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买卖点、交易点位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案，比如在下跌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绿灯，我们一般短线可以看涨，但如果在绿灯的第二天立马再来一个红灯，它一般意味着昨天的绿灯为反弹，为空头的诱多，那么反而在绿灯之后立马的红灯的这一根 K 线可以去开空单，可以去后市看空。那么最近为什么能够看涨，就因为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而红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像前面这里红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在下跌中产生这种现象，则说明空方在走弱，立马走出了绿灯，则说明昨天的红灯它是一个骗线，它是一个砸盘，所以低位出现了2次红灯之后立马转绿，那么这里呢多头是在变强的，而空方是在走弱的。这一次的上涨不是突然的上涨，而是早就有资金在进行异动，所以这一次的上涨我们在之前就有讲过，虽然波段来讲要突破才看涨，但短线已经出现看涨的信号。那么昨天这种大幅的高开高走还出现了缺口，
它其实意味着市场的多头肯定是很强势的，所以收盘价昨天呢依旧是一个突破日内预测的高点压力，所以它是一个绿灯。那么看到今天最新的点位，今天的高点压力在18289，那么这是日内的压力，一旦在这里受压，那么就要小心。而低点呢，今天的预测支撑是18109.64，那么这个价位如果出现收盘破位，再结合三小顶，那么哪怕没有跌破它的最低价，也是比较大的风险，因为出现了加速之后的红灯现象，而红灯则代表短线多头受阻，空头转强。所以通过红绿灯，你也可以去关注，等到哪一天出现红灯，那么我们再进行获利兑现是 OK 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操作思路也偏向于右侧。今天收盘如果依旧在预测高点之上，保持绿灯，保持看涨，多头依旧强势。那么每天的价格点位都会有所变动，那么今天的价位就是图中所表现的这两个高低点。那么明天后天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要每天盘前都得知这种关键的价位，知道多空之间短线的博弈强弱。以上就是关于第一部分三小顶和空间点位技术分析的观察。对于纳指的环境，大家现在清楚了吗？如何去跟踪本次的上涨，以及如何去卖出你手中的获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的短线和波段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最近的特斯拉可以说是王者归来，而在前期低点我们有及时提醒，通过 K 线发现了资金的异动。那么你会发现，就是简单的蜡烛图技术，经典的曙光出现组合，就能够让你买在这根 K 线，包括在这根阳线去加仓，短线的策略一览无遗。在这2天买进，那么一天直接大幅的上涨，短线获利10来个点，甚至能够20个点。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学的方法有效，那么哪怕之前可能偶尔抄底，你看抄底买进失败了，那么止损，那么这一次一旦成功，之前的2、3次的亏损一把就回来了，甚至还有剩余。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空间上其实离上方阿哲所画的这个空间已经相差不远，这个价格是 287.13。 那么如果你看到阿哲的封面，会知道阿哲的观点是285左右会有一个特斯拉的压力，它属于本次短线反弹的一个目标位。那它是从何而来的？就是阿哲最新画的这一个压力位，其实就是306.34和267.92它们中间的中位线。当2个支撑和压力位离得比较远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中间价位也是要观察的，因为股价如果离得比较远，你不可能说一跌破一个支撑立马快速掉到一个很远的支撑，它往往其中呢可能会出现下跌反弹再下跌，亦或者上涨突破某个压力位之后，离上面的目标如果比较远，它不可能一次性我们就看到最高的目标，它往往可能会有上涨回调再上涨，所以其中的中位线就容易是他们拐，容易他们是停顿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他们这种重要的压力位大幅空间上的中位线，像从 257.34 跌破之后往下跌，是也没有跌到 208.74， 那么中位线 233.04 反而是产生了支撑，产生了停顿后的反转。而现在的上涨突破了 267.92 之后，你说我直接往上看 306.34 是可以的，但是比较远，参考意义呢可能短期没有那么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两者之间的中位线，精准来算是 287.13， 相对粗略来说就是285附近，再结合这里有170天均线的压力，所以这个区间对于特斯拉短线反弹，特别是连续2天加速之后的反弹，它当前是很容易衰竭的，很容易遇阻停顿的。我们曾经有说过，如果做短线这里买入之后，你就看一下哪个压力位会停顿，停顿就卖出，而后再找机会。如果是用波段来操作，那就守住 229.201， 以波段下跌后再去加仓也行，但阿哲不是很建议，因为你也不知道特斯拉这一波如果真的调整，它是调整呢还是反转失败，所以我们还是以一个底仓持有，波动滚动的去加仓减仓，去买进卖出，最好做一个相对主动的滚动的仓位会比较好。所以从短线来看，这里的买进到这个位置已经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风暴比，
相对来讲甚至是可以达到1:5、1:6的，因为你的止损是在229.201，你的成本是在这一个区间，目标位看到285，阿哲觉得是非常合理，已经很满足了这笔短线交易。而我们会发现的是，这一轮上涨其实没有三阳小顶，股价的走势是不是第3根 K 线比第2根 K 线还要大，所以它没有三阳小顶，所以它的走势是很强势的。那假如今天在287.13附近出现一根阳线，那么是不是就容易构成三阳小顶？那么在空间上，阿哲的看法你应该大体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资金和动能上，短线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提醒呢？当下我们所看到就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的红绿灯以及下方的 BBD 资金，就会让我们知道动能和资金上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在 BBD 的资金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曾经的上穿 K 线，这一天我们说如果股价下跌是反弹，那么这一天它就应该是高点。而我们会看到的是周一的加速上涨，高开高走，它把这个高点突破了，说明这里不是高点，那么后续将会有延续上涨。所以从资金层面上来讲，它这一次的上涨真的有很大机会是反转。前面这里下跌后的上涨，是不是它是一个高点？上穿之后就是高点，无法突破，直接下破。而这里呢，略微跌破，那么一天之后，而后股价是不是整体收阳上涨，重新回到它之上？所以这里挖了一个小小的坑，而后再突破。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从资金上来看，这里还有上涨空间。而从动能 K 线短线来看，目前是连续2天的绿灯，在绿灯之后，短线比较大的风险就是何时会产生红灯。如果出现红灯，则说明本质的上涨开始遇阻，要小心。如果没有出现红灯，而只是非红灯的调整，很多时候可以作为波段继续看涨的信号。那么现在阿哲告诉大家，目前特斯拉今天的高低点、压力和支撑，如果特斯拉保持强势，要继续收绿灯，它得要突破289.67，突破收盘今天还站在这之上，就是一个绿灯，那么就不用担心了，继续看涨就行。而如果收盘跌破267.36，收盘跌破它，那么周二就是一根红灯 K 线，那么就要小心了，就是一个危险信号。而这呢，就是在资金和动能上给到我们的提醒。在动能上，目前看涨，右侧看涨，等待红灯的出现，我们再去减仓也来得及，只是呢可能会回吐的比较多一些而已。而从资金上来看，目前是一个底部区间确认，后续的价格走势只要保持在它之上，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价格哪怕回落，在这里只要不跌破，我们后续波段依旧能看涨。这是有关于特斯拉的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目前我们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昨天也是出现了大幅的高开高走，而它是没有出现三阳小顶的，因为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是大了不少，所以它不是三阳小顶。而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在了 120.734， 同时突破了前面负阴线 X 的高点，所以英伟达昨天是一个买点。而大家要注意的是，目前美股市场处于熊市反弹，所以这个买点它不能够太大的仓位去买，它只能说依旧是反弹的延续当中。而这一笔买入就很简单了，我们是因为突破了 X 复线后的 X 去买进的，那么它的一个止损在哪了？它的止损可以放在 120.734， 也可以放在这根 XK 线的高点。那么价格买进之后，我们的一个整体的风险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跌破则记住要立马止损，因为现在的指数出现了三小顶，而英伟达才刚刚出现买点，相对会偏晚一点点。你会发现那些强势的个股其实在上周周四周五就已经出现买点了，而英伟达它刚刚出现，而且在指数大幅上涨后才出现，所以很容易呢因为指数的衰弱而它买进之后容易失败。所以这个位置的英伟达的买点，你只能小仓位去买，不要买太多，只能去博一下，它还能够上冲一下就行。前面阴线曾经是碰到了区间的中枢而后掉落，那么这里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上方的压力位比较靠近。所以对于英伟达的买点，阿哲觉得一般般，可以买，可以试一下，但是它的风暴比不是很合理，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它离上方的压力都比较靠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右侧的一些分析。当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
上方是动能 K 线，最近的动能 K 线的表现，昨天的动能 K 线是一个绿灯，结合前面呢这里的绿灯，其实这一波反弹它是走了一段时间，而后中间的调整都是无灯状态，这种调整呢是没有太多危害，至少短线那么2-3根无灯的调整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英伟达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再上涨的小级别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它的持续性如何呢？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曾经这一天是不是上穿？好，上穿 K 线它的高点是不是被重新的守住了？它没有去有效的跌破它，所以还能够继续的往上去看。而连续的流出资金之后，这一天是流进资金，那流进资金是不是关键 K 线啊？前面这一天呢它是关键 K 线，但是离得远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最新的它是关键 K 线，所谓的连续流出后的流进为关键 K 线，看到前面这里连续流出后的流进，它是下跌当中的关键 K 线。这一天的低点如果守得住，说明也有见底的机会，但如果守不住呢，则还有继续的下跌。那么上涨当中的回调，那么连续流出后的流进也可以看一下，关注一下。这一天的高点将会是一个压力，它的低点将是一个防守。如果价格收盘是直接把它跌破了，那么则说明这是一个变盘的高点，这是一个高点的信号，也同样要小心。所以英伟达不管是空间资金动能上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介入时机，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如果今天的英伟达能够继续出现一根上涨阳线，把它的高点给突破，再把前面的阴线站上，那么会是一个短线追涨走强转强的买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动能 K 线的表现，它的绿灯红灯的界定，低点支撑是 120.375， 高点是 123.255， 股价收盘在 123.25 之上，这是绿灯，说明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可以继续看涨。而如果收盘在 120.375 之下，结合风暴比不太合理，结合它是一个关键变盘 K 线，那么这一个价位出现之后，我们要小心了，这是一个变盘高点。所以综上所述，英伟达的机会不是很多，或者说它有机会，但是风险还是蛮大的，是远不如之前我们所说特斯拉的一个买点，它的风暴比不高。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我们会讲解这10只标的在资金动能上短线的解析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标的的数量比较多，所以阿哲分析的速度会较快一些，跟大家去简单讲讲它的机会和风险在哪里。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SQQQ， 在上期视频我们就很明确的讲到，目前的 SQQQ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区间，有可能会出现的是一个回落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纳指上我们是短线看多的，而 SQQQ 它是一个3倍做空的，所以短线上我们既然看多纳指，那 SQQQ 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看多的标的了。再加上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后的红灯？那绿灯后的红灯则说明昨天的绿灯为一个诱多行为。那什么情况下才会诱多啊？后面要下跌的情况下会容易诱多。所以在这一天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去看涨 SQQQ 了，除非再次出现绿灯，但它一直没有出现。而下方的资金呢，这一天是下穿。我们说股价上涨回调下穿 K 线有可能是变盘低点，但只是可能，你要确定。怎么确定呢？就是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而低点被跌破，高点不突破，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就还有延续下跌的机会和空间。所以股价呢这一个位置的短线下跌是我们在上周就已经有提醒过的。而目前的下跌，当时我们说过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是哪里呢？是170的均线。所以当前的纳指为什么说熊市反弹要小心三小顶后的衰竭？就因为 SQQQ 目前的下跌，它快碰到170了。对170，如果真的 SQQQ 是一个牛，纳指是一个熊，那么170将是 SQQQ 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而它已经所剩无几，可能在这个区间会出现震荡，可能在这里会有所徘徊。如果 SQQQ 真的已经走牛，那么这里将是再一次的确认它将会有支撑，而假如这里没有支撑，反而还能够加速下跌，好，那么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目前的牛市美股依旧还在，目前的纳指依旧还在牛市当中。所以 SQQ 目前我们就用来关注是否能够在这里再出现加速下跌，如果有，则有机会牛市回归，
而当前在动能上呢，依旧是红灯。那红灯呢，说明下跌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红灯的下跌何时能够止跌？至少得要先不要有红灯产生，先有一个缓跌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在动能上的日内压力和支撑。今天的高点压力在34.515，如果高点突破，则说明这里会是个绿灯，那么我们的纳指就要小心了，它可能就是反弹高点。SQQ 呢将是一个机会，而低点33.505，这里如果收盘跌破，就继续是红灯，那么 SQQ 就没有止跌的现象。170的均线呢，它也再次的体现不出来支撑，除非在跌破之后快速又收回啊。但是这里如果还是红灯，那么我们基本对于本次反弹就还不用太过于操心。如果高点不破，低点也不破，在中间呢就是缓跌的过程，依旧下跌，但动能有所减弱。接下来我们看到另一只个股标的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在目前的走势当中，其实它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线。你会看到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线的形成。我们说趋势线的构成最少需要2个点才能够呈现嘛，而第3次的触及就是确认这条趋势线是否稳定、有效、可靠。所以当前是第3次的触及到这个上行趋势线，你就要看一下它是否能够支撑有效，是否可靠。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在触及到支撑线之后呢，走了一个底分型，虽然依旧是阴线。从整体来讲，目前涨定还是有效的，最好不要来个跌破就行，跌破就小心了，中概股短期可能不太容易起来了。而后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以及 BBD， 在最近的走势当中，是不是上穿这一天我们提醒的是风险，因为它容易是变盘高点，前期这里也上穿了，也是变盘高点，是不是都是在这里上穿时出现变盘高点？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下方 BBD 的变盘信号，它很多时候在哪种时候它会很有效？多头强，但强的有限；空头强，强的有限，那么它就容易变得很精准。也就是说，震荡上行、震荡下行、震荡横盘，它就很有效。所以你会发现，目前的纳指金融就是震荡的上行。好，那么现在这个下跌，你来看一下会不会打破这种震荡上行呢？它是下穿，前面这里也是下穿。是不是股价的走势下穿 K 线是不是基本都是重要的支撑、重要的低点啊？所以这一天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收盘把这一天低点给跌破，那么就说明后续还有下跌空间，这里不是低点变盘。那么中概股短期就不要再去随便看多了，这里还能够再次的往下去看到下一个空间。目前的股价在连续的红灯之后呢，走了一天缓跌，但没有绿灯。也没有红灯是缓慢的下跌，有所止跌现象。最好在这里再想看多，等一根绿灯会比较好一些，安全一些。它得要突破7913.6，它才会出现绿灯。它得要跌破7843.12，才会继续是红灯。所以这里呢，我们不太希望出现红灯，因为出现就跌破了。我们更希望出现绿灯，亦或者保持缓跌，但不跌破前面低点，等待一根绿灯产生再去抄底中概，现在还是风险区域。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整体还是蛮不错的，低位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而后长上影线没有2天就吃掉了，说明这个位置呢，它不是一个市场的出货现象，它是一个试盘现象。在试盘之后出现了上涨，说明整体的资金对于上涨是比较看好的。再加上它这一次的调整的幅度是刚好到了170附近有所止跌，所以它是属于比指数要更强势的个股。曾经就在170附近出现了有效止跌之后，产生了新一轮的行情。而在这里能不能产生呢？这得要看一下指数是否配合了。如果指数真的是熊市，那么它呢最多就反弹的位置更高一些而已，就很难呢再出现比较好的上涨。而你来看一下底下的资金 BBD 表示这一天是一个上穿 K 线，前期这里是下穿，下穿之后低点跌破，所以不是变盘低点，还有下跌。那么目前在水下待了那么久，好，上穿这一天是一个什么 K 线？它是一个上穿 K 线，变盘高点，而又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三小顶。所以当前的 Meta 这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的。从三小顶来看呢，动能上是不太好的，有所衰弱，资金上也是变盘高点。
这一天的低点最好被跌破，跌破的话呢，它又是高点的确认，又是三小顶的卖出，这里将会继续下跌。所以这里呢，我们稳定一些，以它的低点作为防守，这里跌破，那么它的反弹就结束。而它的反弹如果结束，那么纳指大概率应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 Meta 的低点，这一天的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虽然难度有点大，因为它刚好来到了左边阴线的高点的位置。纳指呢至少是突破了，但它还没有突破，依旧呢在这个区间内震荡。当前哪怕纳指大幅上涨，它只是刚好碰到了前面阴线的高点，还是有所压力的。所以 Meta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多标的，短线涨了之后再去追，风险就特别大，比英伟达还大。那么对于 Meta 阿哲的总结就是，它的结构是很好的，很漂亮的，不管怎么样属于结构性的强势股，但短线上呢属于左侧的压力附近，而后各种信号体现，这里还是容易是个高点，要等待下次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苹果，苹果的走势是有效跌破了170天线之后，现在出现了反弹。在股价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我们说是一个变盘信号之后，它出现了上涨。但我们说过，这一天哪怕上涨，你可以买，但是买的要少一点，因为它只要上涨，按我们上期视频所讲的，是不是这一个位置上穿的概率就很大？你看，果然上穿了吧？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涨一下就上穿了。所以这个位置虽然价格上变盘看涨，但是资金上刚刚变盘，这个地方如果能够突破它的高点，才能够继续的看涨。而它如果高点不能突破，则意味着资金上变盘高点是有效的。所以这里呢，哪怕出现上涨，苹果昨天也只能很小的仓位去试试，但不能够去赌它还能够突破。所以目前的苹果震荡的概率比持续上涨甚至加速上涨的概率要大很多，这个地方再往上走的机会感觉不是很大，相对小心一些。如果跌破它的低点，那么高点则明确的变盘成立，那么这里至少短线要回落一下。像这种 K 线和资金处于关键的变盘点位的时候呢，红绿灯就不是很关键了。我们不管是红灯绿灯，只要能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好的，不能突破跌破，哪怕不是红灯也是小心的。下面我们看到 MSTR 呢，算是我们从低位两个低点回踩时都是不断看涨的一个标的。那最近走势呢也不算差，那么可以说上涨幅度呢比起特斯拉可能还多了很多。在之前这里我们是提醒过能够看涨，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红灯绿灯后也是提醒过上涨，而这一波上涨呢一直是绿灯，调整偶尔会有回调，但都是没有红灯的。你会发现都没有红灯，而且它的节奏很明显，绿灯一天2天无灯，绿灯一天2天调整，绿灯一天2天缓涨，那么又是绿灯。那么当前的股价结构资金上没有太多好看的，因为它的变盘点已经过去了，当前就是一个顺势看涨的过程，你要看一下何时获利兑现，何时要止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红灯会不会产生，因为目前没有出现红灯，一旦有红灯产生，你就要小心，它已经有足够的获利空间，足够的利润。这里呢，你可以用红灯来做止盈的。今天的红灯在哪里会产生呢？我们要看到323.54收盘跌破将是一个红灯，它的绿灯将是突破348.95之后产生绿灯。如果继续保持是无灯乙或者是绿灯状态，那么 MSTR 继续看涨。如果出现红灯，不管是今天、明天未来某个位置出现红灯，都可以把这个位置后的看涨的一个空间获利兑现。下面我们看到 PLTR 呢是比 Meta 更加强势的结构，因为它连这个底下的170天线都没碰到，它甚至还保持了一个上涨回调创新高之后回踩前高这个区间的过程，所以真的要说结构性强势，应该说的是 PLTR。 而现在呢，价格的走势上涨是连续的2天都是绿灯，但连续2天绿灯也架不住它出现了3小顶信号，所以这里呢防守位是第3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不要跌破。下方的资金表现，这一天是上穿之后低点没破，高点被破，所以这里呢确认了下跌之后的反弹区间。我们也是跟 MSTR 差不多，前面这里是一个变盘信号，红灯绿灯红灯而后看涨，所以上涨。这里呢价格也是绿灯红灯绿灯而后出现了上涨，而后是不是继续看涨？
在这里出现了红灯和绿灯，是不是又是买点？所以继续看涨。从前面低点开始就不断的出现信号，并且看涨，而且每次看涨都有所盈利。当你发现每次你的买点都上涨时，不是你的买点有多厉害，大家注意了，阿哲这里不是说他的买点有多厉害，在这里开始你买入了筹码，你发现怎么买都赚钱时，不是你的买点有多厉害，而是它确实多头强势，确实走为上涨，因为它能涨，所以你买了才能赚钱。如果它不涨，哪怕你买的点位再好，那么你也只是止损而已。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做了正确的事情，在它反弹的过程当中做了看涨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你要注意了，反弹归反弹，是否能够延续，我们则不要在后续反弹结束时还在做看涨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方向向下，你在做错误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最好不要跌破上扬小顶，跌破是风险。红绿灯呢在这里不是很关键，但如果能保持绿灯，那肯定是更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点预测是 99.625， 突破则依旧是一个绿灯，不突破呢就最起码动能上是再次减弱了。下面的支撑是 94.515， 那收盘跌破则是红灯，那这个收盘跌破呢，那肯定算是有所走弱了，除非它在红灯之后又给一个绿灯买进，那么就另外再说。接下来我们看到 AVGO 博通的整体结构不太强，昨天市场那么大幅的一个上涨，它出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是一个这么弱势的 K 线还下跌了，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所以它虽然回归到了170，并且有所支撑，但我们说它不是很受资金的青睐，连短线资金都不玩。那前面别人走的都是红灯后的绿灯，它非要走一个绿灯后红灯，那不就是说昨天的上涨为诱多吗？所以这个位置开始它呢就有点风险了。市场当前就是红灯后的震荡，是一个缓跌的过程，而不是缓涨的过程。底下资金是不断的在波动，而这一天上穿是不是高点变盘？高点目前还没突破，而低点呢是不断的被刺破，所以博通短线上不太看好，不太好。这里也简单说一下它的红绿灯，今天的价格走势，它要突破高点 193.97 才会出现绿灯，低点是 187.95， 收盘跌破将继续红灯，继续加速下跌。我们再看到谷歌的走势同样也是三小顶啊，这一根 K 线的实体比昨天是短了，而价格的走势目前的收盘价是突破了一些关键的变盘点位，比如说这一天的低点变盘，这一天高点变盘，这一天也是下穿，所以整体的价格走势它是突破了一个箱体区间。那么这个箱体区间被突破之后能不能够稳得住呢？你就要看一下它会不会回落了。如果这里突破之后就回落了，那么依旧是保持震荡的，甚至呢后续可能还会突破箱体的下沿。当前的突破力度上是高开高走有缺口，但整体的阳线实体比较小，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算是特别强势的突破有效的一个确认。如果在短期1-2天之内再次的回落把这个缺口给吃掉，那么谷歌它这个局面上不会比博通好多少，甚至呢更差，因为它是在170天均线之下啊，上方呢是有压力的，跟博通呢可能比起来，它这个还只是反弹的概率更大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价位方面，预测的低点今天的支撑是 168.685， 股价收盘跌破则是红灯，跌破基本就再回归到箱体之内了。高点的压力是 171.745， 这个位置如果突破，那么就是什么灯呢？是一个绿灯，那么继续保持看涨。下面我们再看到 SMCI 的股价走势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在昨天大涨的时候它还没有去突破170天线，这个170天线的压力对于 SMCI 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有突破过，但突破1天2天就见到高点了，所以不是有效突破。而跌下来之后呢，170的压力特别的明显，一直压着，所以 SMCI 目前这个170的压力是很有效、很明确的。我们说170的压力如果是有效的，它是不是一个以熊市为主的市场？那么反弹就是风险。而你会发现的是，最近的变盘信号是频繁的出现，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好上涨，我们后续看涨，但问题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又是一个变盘信号？好，这个变盘信号延续下来，这一天是下跌的，所以这一天变盘看涨，这一天反而又变成变盘下跌了，整体的震荡目前更加往下去看 MSTR，
所以整体的方向目前更倾向于变盘下跌，这是 SMCI 所要关注的事情。只是目前如果有一个红灯会更加确认，所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如何产生。价格的低点，它的支撑是 39.233， 收盘跌破则往下出现红灯。高点呢是 42.208， 收盘突破将是绿灯，同样也会突破170的线，突破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资金上穿的这一天是它，股价在水下待了3天而后上穿，所以这里呢会不会是变盘高点呢？当前有点慢慢确认了，因为它没有突破，它得突破这个变盘高点，我们说风险才能略微解除，才能再次的往上看一下能不能突破170天均线。最后我们看到拼多多也是中概股了，拼多多的话呢，这个表现还不错，昨天是一个绿灯。但绿灯如果是阴线，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做买入的。这一天的阴线是一个决策阴线，假阴线。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拼多多呢在晕线之后产生了一种变化。什么叫晕线？就是小 K 线和大 K 线，小 K 线的所有价格在大 K 线之中，这种叫晕线。那这一天的高点是不是被收盘突破了？那么意味着它的方向我们可以慢慢的向上看了。往上看，如果能突破这个大 K 线的高点，好，这个晕线彻底上破，那么拼多多我们彻底看涨，当前只是略微能够稍微往上涨的方向去看。而它这一天是假阴线，我们说假阴线怎么看涨？收盘收阳，在假阴的实体它的高点之上，也就是说是这一天的阴线的开盘之上收一根阳线，一根实体阳线。那拼多多在 K 线上阿哲是可以看涨的，当前是阴线，哪怕是绿灯不太建议去买进，因为还不确切。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绿灯点位是在高点 130.503， 收盘突破才继续是绿灯。如果今天再绿灯再次阳线，就是买点，而且是非常不错的买点。它的低点是 126.967， 这一个位置跌破将是红灯。如果是绿灯周接红灯，那么说明昨天的绿灯确实是诱多信号，那方向反而应该向下看了。这是拼多多我们的解析。